过去我制作了许多关于 AMD 处理器的相关内容，从 PPU2 到 CTR 甚至到 Hydra 等，许多观众朋友们都表示十分受用。而每次在制作类似这样的内容，都看到不少人对于 AMD 处理器的积热状况感到担忧。前阵子，翼王也制作了一期通过手工定制的分体水冷头来得到非常好的降温效果，但是需要给 CPU 开盖等进行一系列魔改操作，而对于很多玩家，特别是新手玩家，自然就不是特别的友好。因此这次就来和各位分享3个有效解决 AMD 处理器积热的免费教学，而且并不需要进行魔改，同时还能保持相对不错的性能表现。那么就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干货教程吧。在开始进行分享前，先来和各位聊聊为何 AMD 处理器会出现积热的问题。关于这部分，其实众说纷纭，大部分人的说法是指 Zen 架构的设计 ，CPU 带的位置并不居中于 CPU 的 PCB 中间，导致散热器的表现无法良好发挥。而当中有另一个所谓的都市传说，是指台积电7纳米工艺在设计之初，主要是为手机 SoC 等为主要的工艺目的，因此所采用的硅材质在过高的运行频率或是功耗超出一定范围后，其导热效率就会变得极差。当然，这个说法并没有获得证实，但采用台积电7纳米的 AMD 处理器，确实是在超过一定的运行频率或功耗后，才会出现明显的积热状况。当中 5800S 更是因为 CPU 带位置更加严重一些。要解决积热的问题，最简单粗暴的方式自然就是控制处理器本身的功耗，而我们能够在尽可能不降低性能的同时，以降低功耗为设置核心，从而有效的去缓解或解决处理器的积热问题。说白了，不就是降压超频对吧？不过道理虽然不少人都知道，但得如何着手设置和执行呢？在开始进行教学之前，首先我们必须清楚了解个别处理器款式的甜蜜点频率与功耗在哪。这个看似有点复杂和麻烦，但大家也别太担心，我已经制作好相关的甜蜜点列表给各位进行参考。这个列表不能说100%所有处理器都适用，但基本上应该都很接近这个范围。当然，大家也能够依据自己的处理器体质或是使用的场景来进行微调。所以，如果你们是照抄这个参数却得不到理想的体验，我可不负责哦。另外还有一点要和大家说明，今天这一期关于解决积热的教学，又或者是降压超频教学，只能尽可能在保持还不错的效能下，以降低功耗发热为主，从而减少积热的状况。特别适合那些本来就不是用这一体式水冷，或是本身散热条件比较差的场景，比如说 ITS 用户等，就会特别适合这类的设置了。而如果你想要榨干处理器的极致性能，那么很抱歉，今天的这期视频可能不是很适合你。而大家说明了关于积热状况所需要了解的知识，那么现在正式进入到教学环节。这次的教学都会集中在以主板 BIOS 来进行设置的方法，并且会针对华硕以及微星2家主板的 BIOS 提供详细的设置教学。你们可别问我为何只有这2家牌子的主板设置教学，因为我手上所有 AMD 的板子就只有这2家牌子。不过其他牌子的主板也别担心，只要你的英文不是很蹩脚，稍微理解 BIOS 内的设置关系，基本也是通用的。再来还是要特别声明一下，这次所演示的设置参数是针对我自己的硬件所设置，你们可以尝试自己照抄作业，但如果出现 BIOS 报错或不稳定等问题，还是需要自己从中进行微调来符合自己的硬件。因此在各位照抄作业之前，必须了解这一点。为了方便待会的 BIOS 设置教程，我先统一说明一下华硕和微星2家主板所需要设置的 BIOS 区域集中在哪。华硕家主板都是统一在 Extreme Trigger 或是 AI Trigger 这个区域内进行调整。如果你是非 ROG 系列的主板，在进入 BIOS 是会先进入到解力模式，这时只需要按下 F7 后就会切换到高级模式，然后就会看到 AI Trigger 的主选项了。而微星主板也同样如此，一些主板在进入 BIOS 后会显示在解力模式，同样也是按下 F7 切换到高级模式，然后所有教学设置也都是集中在这个 OC 超频区域中进行的。再来，为了确保你们所设置的设定尽可能和我所演示的教学同步，我会强烈建议各位把主板 BIOS 更新到最新的版本，而这样才不会出现部分功能消失的状况。
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设置自动电压偏移，原理就是在处理器进行自动电压的过程中，给电压设置在固定的偏移值，让电压不论在任何负载下都会有相同的偏移效果。自动电压偏移的优点就是简单易用，操作门槛也是3种方法中最低的。缺点就是一般只能保持相同的性能，从而降低功耗。如果设置过多，还会出现性能降低的情况。那是因为实际在进行自动电压偏移设定后，处理器还是会依据本身的体质、负载所需来制定合适的频率与电压的组合变化。比如某些应用对单核频率或性能比较敏感，如果电压偏移设置的太低，会导致因为电压不足无法达到更高的频率，从而影响性能的发挥。举个例子，原定单核心 4.8 GHz 需要到 1.45 伏，如果设置自动电压偏移到 0.1 伏，由于自动电压的上限降低了，因此如果处理器本身的体质不够理想，就会出现单核心在设置偏移后，在 1.35 伏电压下，或许只能维持在 4.7 GHz， 这样就和原先的频率和性能有点差距了。因此，一般设定自动电压偏移都是控制在 0.05 伏到 0.125 伏，降压的越多，性能的影响也肯定就越来越大，这是不变的道理。因此，大家必须自行找出合适自己处理器的偏移设定，这样才能尽可能不降低处理器性能的同时，维持在更低的电压表现，让功耗可以更低一些。而在主板 BIOS 内的设置部分，滑手在 Extreme Trigger 或 AI Trigger 里可以看到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的子选项。进入里头后，将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原本的 Auto 改为 Enable， 让 PBO 模式处于解锁功耗强模式。然后回到主选项中，在下方可以找到 CPU Voltage 子选项，将 Auto 改为 Offset Mode。然后在 CPU Offset Mode Side 设置为减抑为降压，最后在 CPU Offset Voltage 中输入降压偏移的幅度就完成了。同理，在微星主板也是类似的，在 OC 主选项区域内进入到 Advanced CPU Configuration 中，接着在 AMD Overclocking 子选项里把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的 Auto 改为 Enable。接着我们回到 OC 主选项中，在位于 CPU Core Voltage 里将电压选项改为 Offset Mode。接着在 CPU Offset Mode Mark 设置为减，也就是以降压为目的，而最后在 CPU Offset Voltage 这调整降压的幅度就完成了。第二种方法对于较多体验过超频的玩家自然就不陌生，那就是将处理器锁定在固定的频率与电压。这边教各位的是设置在一个能耗比表现比较平衡的频率设置，而不是盲目将频率往高走。所以我也制定了一套4款剑3处理器在能耗比表现较为突出的频率与电压搭配，方便给各位做参考。全核锁频锁电压的优点是让处理器在进行多核心负载时可以达到非常好的能耗比表现，而缺点是单核性能表现相比起默认或许还更弱一些。当然唯独 ROG C8DH 和 C81 除外。对于部分以单核性能需求为目的的用户，或许会比较不适合。再来则是个别处理器体质的能耗比甜蜜点会有所差异，因此还是比较建议各位花点时间去尝试各种频率与电压的搭配，从而找到最合适自己的处理器的频率与电压组合。在华硕主板 BIOS 设置里找到 CPU Core Ratio 输入对应的倍频，比如说你想要设定全核心 4.6 GHz 就输入46。接着往下移动可以找到 CPU Core Voltage， 将 Auto 切换到 Manual， 然后在 CPU Core Voltage Override 这里输入对应的电压值就完成了。而在微星主板 BIOS 设置中找到 CPU Ratio 设置，然后同样设置对应的倍频值，接着往下移动到 CPU Core Voltage 的设置，将 Auto 切换到 AMD Overclocking， 最后在 Override CPU Core Voltage 这里输入对应的电压值也就完成了。另外有一点必须特别说明，如果你是 5950S 或 5900S，你可以分开给2个 CCS 设定分核的固定频率，比如如果你的 CCS1 体质比较好，那么可以设定更高的频率， CCS2 则设定较低一些，让整体使用更为稳定。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华硕主板可以看到在 CPU Core Ratio 底下有一个叫 CPU Core Ratio per CCS 的主选项，进入到里头设置 Core VID， 也就是电压值。底下2个 CCS ratio 分别对应处理器个别的 CCS 所需频率，只需要输入对应合适的频率，就能达到2个不同的频率值。另外，切至一开始和大家所演示的全核心超频与电压设置，在大家进行了这个分核倍频设置后，外部的全核心倍频与电压设置保持默认 Auto 即可。微星主板分核倍频设置与全核心倍频设置差异就没很大，在原本 CPU ratio 上面有一个 CPU ratio Apply Mode， 将 All Core 切换成 Per CCS， 然后一样输入个别 CCS 所需的倍频值即可。最后电压设置的部分和全核心倍频方式一样，在底下 CPU Core Voltage 去进行设置。
第三种方法相对来说比较麻烦，也是最复杂的，那就是使用 PBO 电压曲线设置，并且手动调整影响 PBO 的3个值，也就是 PBD、TDC 以及 EDC 的设置，来达到控制处理器的功耗与相关电流值上限，让处理器处在一个限制强的状态下运行。优点是让处理器在功耗较低的单核性能场景下，表现如同 PBO 开启模式一样。缺点自然就是设置门槛非常高，不是特别容易找到最理想的设置参数。一般来说，这个方法我是最不推荐的，但它同样也能解决积热的问题，所以这次就同样演示给各位看看效果。华硕主板首先进入到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选项里，将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切换到 Manual， 然后输入对应的 PBD、DDC 以及 EDC 值。PBD 代表了处理器插槽功耗上限 ，TDC 则是持续电流值上限 ，EDC 则是峰值电流值上限。这边 PBD 就很好理解，你可以同理为处理器的功耗上限比如 5900S 我就设置在160瓦，如此一来，不论你的负载有多高，它都会控制在最高160瓦的功耗强左右。而 TDC 与 EDC 就相对比较复杂一些，如果不懂得如何设置，可以保持在 Auto 即可。然后同样设定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Scaler 以及设定 Curve Optimizer 电压曲线优化的参数。关于这2项应该如何设置，你们可以参考我之前做过的 PBO2 教学视频，又或者是到极客湾的 AMD 超频视频教学中参考这2个选项应该如何设置。这边我就不多赘述了。微星主板在 Advanced CPU Configuration 内进入到 AMD Overclocking 里，将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设置为 Advanced， 然后将 PBO Limit 设置为 Manual， 进行 PBD、TDC 以及 EDC 的设置，接着同样去设置 Precision Boost Overdrive Scaler 以及 Curve Optimizer 电压曲线优化的参数即可。既然教了大家这3种方法，自然也会有测试对比，让大家更加能够直观参考哪一种方法是最适合自己。所以接下来也会分别进行相关设定后的对比表现。这次为了模拟日常用户的使用场景，我特别选择了 Federal Design 的 Define 7 Compact 机箱来进行模拟，以达到一些注重静音需求而选择牺牲风道性能的用户族群。处理器是 AMD Ryzen 9 5900S， 主板是华硕 ROG Crosscheck 8 Hero Wi-Fi。散热器则是选择以静音著称的 Be-Cool Be Quiet Ductlok Pro 4。没错，我要用双塔风人来压 5900S， 并且演示如何达到手动开启 PBO 的性能，同时有着更低的功耗和温度表现。机箱内只采用原配的前脸与尾部各一把 12cm 的风扇，顶部的面板也替换成封闭式的静音模式，将静音彻底进行到底。测试将会进行传统的自动 PBO 模式以及手动仅开启 PBO 的模式。另外3个测试的方法演示中，自动电压偏移模式的设置是减 0.075 瓦，全核心锁屏模式的设置为全核心 4.5 GHz， 电压 1.225 伏。PBO2 手动限制功耗强的设置则是 PBD 160、TDC 200以及 EDC 180。PBO Scaler 设置为4倍，Curve Optimizer 设置为 -15。既然这次是要解决积热的问题，那么第一项测试直接来看看 IDA64 的 FPU 烤机温度表现。在室温24至25度、湿度为40%中进行20分钟的烤机测试，实际的烤机温度表现中，表现最好的是77度的默认自动 PBO 模式，接着是同样保持在82度的自动电压偏移模式与全核心 4.5 GHz 模式。之后的手动 PBO 限制功耗模式与手动开启 PBO 模式，基本都撞了温度墙后降频，平均温度都在86度和87度。接着来看看5个模式的烤机功耗状况，表现最理想的是140瓦的自动 PBO 模式，
排在之后的是156瓦与157瓦的自动电压偏移模式与全核心 4.5 GHz 模式。最后自然就是163瓦与170瓦的手动 PBO 限制功耗模式与手动开启 PBO 模式，功耗的表现基本对得上前面的温度表现。到这里怎么感觉默认的自动 PBO 模式表现都最好啊？那何必去使用这几个方法呢？别急，我们最后切换到5个模式的烤漆频率表现，频率表现最高的自然就是全核心 4.5 GHz， 其他几个模式都明显远远被抛离。而前面功耗和温度最低的自动 PBO 模式到这里就只有垫底的 4.1 GHz， 而远不如其他4个模式。当然，除了手动 PBO 限制功耗模式似乎没有明显的温度与功耗改善外，自动电压偏移模式与全核心 4.5 GHz 模式都明显有着更显著的温度与功耗改善，从而保持更好的频率表现。要知道，这是在封闭的 D7C 内所测试的温度表现，在封到更好的机箱内或开放式的环境下，这几个模式的温度差异应该会更大。接着，我也进行了 Cinebench R23 的单核与全核心渲染测试跑分，来看看实际的单核与多核渲染表现。单核跑分的部分，表现最好的是手动开启 PBO 模式，表现最差的则是全核心 4.5 GHz。这部分前面也说到了，这模式的单核表现会比较逊色一些，而其他3个模式表现大同小异。切换到多核心跑分，全核心 4.5 GHz 再次以高频率的表现遥遥领先，而这一次最弱的则是默认的自动 PBO 模式。另外3个模式的表现差异就不太大。在渲染表现中，全核心 4.5 GHz 模式无疑是对于多核心渲染要求来说是最理想的，而手动 PBO 限制功耗模式与自动电压偏移模式这2个模式的综合表现会比较平衡。当然，以单核性能为主来说，如果自己并没有多核性能需求，而且对于温度表现也没那么敏感的话，而手动开启 PBO 模式当然也是最简单粗暴的选择。接着我们来看看这几个模式在进行20次 TANSPY 压力测试后的温度表现。当中温度表现最好的是全核心 4.5 GHz， 其后是自动电压偏移模式与手动 PBO 限制功耗模式。而默认自动 PBO 模式与手动开启 PBO 模式的温度表现是最差的，明显能看到3个方法确实对解决积热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然后是进行 3D Mark CPU Profile 的单线程与最大线程跑分分数。单线程跑分中表现最好的还是手动开启 PBO 模式，最差的也是单核表现较逊色的全核心 4.5 GHz， 这一点和 R23 单核跑分基本一致。换到最大线程跑分，全核心 4.5 GHz 同样以频率优势远远抛离其他模式。表现最差的同样也是多核心表现最差的自动 PBO 模式。当然这只是跑分的对比，为了能够了解这几个模式到底对游戏性能体验有怎样的影响，我也会模拟游戏测试的帧数表现。但由于篇幅有限，因此我只挑选了对 CPU 性能较为敏感的 CSGO。最后的帧数对比，其实这5个模式都没有太明显的差别。原以为全核心 4.5 GHz 模式的表现应该会是最弱的，反而在 CSGO 的测试中表现排在最前面，这是我没想到的。虽然我只进行了1款射击游戏对比，但基本也能大致能看得出来，这几个模式对于游戏性能体验并没有太多差别。因此，对于游戏性能体验，基本上任何一个模式应该、可能、大概、也许不会对游戏体验有明显的影响，反而能够起到解决积热和降温的效果，何乐而不为？从这几个测试来看，我个人是最推荐使用自动电压偏移模式以及全核心锁屏这2个方法来改善 AMD 处理器的积热状况。而我自己一般也都是使用全核心锁屏的方法，毕竟它的降功耗效果非常显著，加上我自己多数的使用场景也是比较依赖多核性能，更好的多核性能自然也是比较适合我的，而且操作起来也比较方便，最终的使用效果一般也都挺稳定的，会比较推荐大家使用。当然除了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3种方法以外，大家也可以使用我之前和大家分享过的 CTR 2.1 以及 Hydra OC CS4 这2款超频软件，也是同样可以解决 AMD 处理器积热的问题。只不过这2款都是基于软件控制，在稳定性以及可控变量等的考量下，这一次就没加入到我的教程环节当中。不过设置思路和各位分享的这3种方法一致，都是控制处理器的功耗来达到缓解积热的效果。因此大家也可以自行尝试使用 CTR 或 Hydra， 说不定体验比起我今天分享的这3种方法更加好呢。当然只要能够有效解决积热状况并且稳定使用，那都是好方法。
这次的教程总算是到尾声了，希望大家可以在使用 AMD 处理器的过程中，能够有个更好的体验感受。很久没有制作这类的教学影片了，如果觉得这期教程对你非常有用，也希望可以点赞分享给更多人看到，这对我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当然，也欢迎各位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你们使用这些教程的用后体验，以及希望新观众能够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频道里也有不少影片，相信对于各位都有所帮助。如果看完影片还意犹未尽，也可以加入到我的 Discord 群组内，与众多大佬一同交流。最后再次感谢各位把影片看到最后，那么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我是 Kenny，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